有一个问题没问。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觉得这个选题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日播节目，必须得有东西撑，有容量。我觉得是这样。你看，宋阿姨希望我们感谢他们。但其实不止宋阿姨希望我们感谢他们。就所有受贿的人都其实都会感谢他们。再想深一点。子弹。再想深一点。你想表达什么？这个选题能够被拿上来，是因为不止宋阿姨想让我们感谢，她其实是会给当地的，你知道不？至少长桥区，或者是长桥区范围更大的一些地方，看到一些他们在做的一些事儿。你说的这个最后你想落在哪？养老，以及就是留守的老人，然后空巢老人的现象，这些事情未来怎么解决？其实这就是一个解决办法。这是一个解决办法。是，但是这种慈善的东西，你只能宣传，你不能说。是我们就是先抛开这个议题，我们把思维发散一点。这个事它其实背后牵扯出了很多的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一开始乍一看到它，我觉得这个事很简单，它不就是感谢一家饭店？但是你后来想想，不是的，这个东西它之所以能被拿到成为一个选题，它背后有他们想表达的东西，社会问题。对啊，爱心饭店就给这些老人免费的送餐嘛，懂了。所以它背后有社会现象嘛，而不是单一的好人好事嘛。他想往后引一步，感觉他通了。对呀，子泰可以啊。就我觉得可以，我们把落点放在，其实这种善举，它之所以能持续8年的时间，它不仅仅是这个商家一人所为，而是他在他每一年的付出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老人们的回报。当他们付出善举的时候，发现善举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在抛出这个善意的时候，善意我又会接回善意。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这个落点放在这儿。对，就是我可能表达的现在没有特别清楚，但是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很认同。是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比如我如果是长桥区政府的人，我说我们区这么多老人，这么多留守老人，这么多独居老人，我说这群老人怎么解决呢？这个时候突然，饭店站了出来，我给他们免费送饭，这个时候大家会觉得特别的高兴。就你怎么通过爱心餐来体现养老呢？就是我们其实它这个片子，我觉得它是一个呼吁，如何呼吁现在我们的社会形成这种爱老的风气，这是其一。其次是如何找到一个解决留守老人饮食问题的一个办法。你大概了解我的意思是吧？我理解。这是好，这是对的。对呀。妈呀，发力了，聪明的大脑占领高地了。哎，阿姨，哎，宋阿姨您好，您是宋阿姨吗？对。哎，您好，您好，我们这边是那个东方卫视的实习记者，然后您之前给我们的提供的一个小的这个信息，我们的编辑已经联系过了，然后现在我们来跟进这个事儿。对，因为我看您之前说想要感谢一家饭店，给咱们附近的这些老人们免费的送餐。多年了，6天之前就送了。它其实是一个在体育馆已经经营了大概有10几年的这么样一个机构了，但是今年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突然就停止教学。当时的问题是整个2部电梯都浸在水里面了。哦，而且是浸了12个小时以上。这么长时间啊！他们给送的这些老人有什么条件吗？一个呢是卧床的，一个呢卧床，还有呢有的残疾证的。然后这个电梯呢，物业这边也跟我们说，早就超了报废年限了。这个电梯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人去处理说要换新，或者说去牵头说要改造之类的都没有。对，物业现在给我们说，让我们楼自己找代表出去牵头做这个事情。后来呢，有一些这个教练和网点的负责人，他们自己会出面把教学和日常的训练能够继续下去。咱一会儿微信跟您约时间行吗，阿姨？行，我加您微信了，哎，好，麻烦您了，哎，没事，哎，好嘞。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来，
我们现在主题已经确定了，我觉得就是看一下我们明天到现场怎么样会更加快速的，然后相对全面的把我们想要获知的信息全部都获取到位。哇，又要看到庞征雷厉风行的工作。就是这个事件它涉及到的一些不同的人群，这个想法跟我一样。然后再一方面就是一些基本的信息，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不知道它那个恢复了没有，然后当时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那个窖箱里面它有水，它水深有多少，然后它的那个滴水的时间持续了有多长时间，然后泡完水之后，有没有人就是及时的来介入、来维修、来处理这个情况，然后这个是我梳理出来大概要拍的一些素材。然后就这些。OK， 那我来补充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我们有一些是还蛮重合的，就比较一致，我们明天直接执行就行。然后像我这边的话，我想的是电梯损坏的原因，它其实除了说像这个是因为具体的点，其实还有一个。说这个小区它是一个新小区还是一个老旧小区？因为这两个的相关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如果是老旧小区的话，我查了一下，基本就是你说的防水破裂、老化、排水堵塞等等的这个问题。如果它是一个新型的小区的话，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没有充分考虑极端天气下的防水能力的这种设施的短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梯损坏的这几天，或者是当时有没有出一些事故？然后对吧？我天，他俩太清醒了。没有问题啊，我觉得我们很清晰啊。我爸呀给我打电话，我就先接了。没事，我给阿姨的。喂，没有事情，我在工作呀，我在加班呀。哎呦。我没有听到电话，我手机是静音，我现在会议室里。有人啊，当然有人，同事现在在我旁边呢。我说了，我手机静音，然后我在加班，我已经说过了，你不要拿你们的那个工作方式和节奏来算我们，好不好？不一样。我没有一直在加班，但也不累。哎呀，我天哪！没有，我都说过了，没有，好吗？我现在在工作。哇，这个太扎那个庞征的心了。对呀，庞征多想接到一个这样的电话。好了，我知道，我找个时间吧，好吧。好，再见。我真服了。没事，喝点水不？没事。今天咱们要不早点回去休息好。反正我们明天到现场，其实准备的时间还是相对来说蛮长的。理完了，我们互相对一下，然后我们就走，好吧？没事，理解。我还希望有人能给我打电话呢。没事，快了，很顺利。我就没有参加艺考，就是我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需要学校报名嘛，然后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去沟通这件事情。我记得我父亲非常的震怒，当时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参加艺考的话，我就没有你这个女儿，就是非常的一个坚决的态度。那如果现在拿到了实习的机会，你就要辞职了，那你父亲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再次勃然大怒？我觉得他一定是会的，但是我可能也不会先告诉他。我想我应该也会先稳定一段时间，调整好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和状态，再用一种比较成熟的方式去跟他聊一下。
这很难啊，这个。此时，可爱的冯成朗开始感到后悔。你不是这样很有挑战性吗？我就把这个挑战。新闻不是要求稳吗？咱们刚开始说的求稳，没事，选了个最难的。来吧，我们先看视频。对。太荒诞了，我真的老想拍这个。喜欢是吧？3点半开始打鸣，这谁受了呀？在城市里，谁听了谁不想拍啊？他这事儿其实本身挺幽默的，挺黑色幽默。我觉得要是我拍的话，我的第一个镜头应该就是一个打鸣，嘎嘎嘎，然后透出外边那个透视关系，外边是黑夜，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一个人在家里摔枕头，你知道吗？3点半，这白拍了，你白拍了。3点半，你拍了个 TVC 啊？对，我很想搞这种，这觉得太荒诞了。但如果打鸣的时候，那边那个居民楼突然有灯开了。那就是个新闻镜头，你拍那是一个戏剧短剧镜头，或者一个灯开了，然后剪影是一个人在屋里砸东西，不能那么想。